这个男人刀工精湛，只见他手起刀落，就把排成排的寿司切得整整齐齐，而且厚度比硬币还要薄。腌萝卜、火腿肉在他的刀下成了精美的艺术品。小公鸡饭团、精致的寿司拼盘以及小黄鸭热汤面，萌到客人都不舍得动筷子。炫到迷妹们各种犯花痴。你问我男人是谁？隐世不出的食神？还真不是。男人曾是韩国第一杀手，只不过现在的他暂时失了忆。话说几天前，杀手老王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，躲进了一家洗脚堂子，心血来潮，寻思泡个澡，谁知造化弄人。就在老王晕倒的同时，宅男张三和他互换了储物间的钥匙。就这样，失忆的老王带着张三的随身物品被送进了医院。等他一觉醒来后，错把自己当成了张三，交住院费时更是发现张三是个穷光蛋，钱包里空空如也。还好小美大发善心，不仅帮他垫付医药费，还亲自开车送他回家。在路上，小美问老王多大，老王瞅了瞅住院单，说自己今年23。小美一脸诧异，不敢置信，毕竟面前的这张脸那长得真不是一般着急。等回到家后一推门，小美连忙捂住鼻子，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，说是猪圈还差不多。而老王虽然失忆，但身为杀手的敏锐性还是始终在线的。在看到烧毁的照片、上吊用的绳子后，立刻明白过来，张三曾试图自杀。老王入住新家后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。没过多久，家里便焕然一新，他还把自己的情况一条条记在本子上，这才发现张三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凄惨，全身上下只有2000块。他想去找邻居问问情况，结果邻居视他为瘟神，看来张三这个人是真有够烦人的。更有甚者，直接要动手，但他不知道眼前的老王那可是韩国第一杀手，职业素养可是杠杠的。除了能打，老王还发现自己挺会玩刀。小美得知后，立即请他来家里当厨师，雕花摆盘小碎饼，刀工不仅精湛，观赏性还贼强。没过几天，就把小美家的餐厅打造成了当地的网红店，生意那是好到不行。这天他在日历上发现了一个标记，到某某地方拍戏。他这下以为自己失忆前是一名群演，可他演戏却毫无天赋，演挨打的不抗揍，连打人的要收不住。气的导演直接换人，但老王没有放弃。回到家后，努力锻炼身体，还一遍一遍地练习台词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玩命练习的老王终于在这天迎来了机会。这天他扮演一名马仔，打戏毫不拖泥带水，骂人骂的霸气侧漏。当场赢得导演青睐，把他的戏份直接改成男二，搭档美女演员飙戏。至此，老王的演员生涯顺风顺水。不仅如此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，他还和小美谈起了恋爱。可好景不长，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，老王想起了自己的身份，他是韩国第一杀手，并且还有任务在身。他火速赶回原先的豪宅，却发现有人住进了自己的房子，还代替了自己的人生。这个废柴想要上吊，结果这时房东大妈跑来收租，骂他穷还嫌他臭。一气之下，废柴张三决定不死了，又来到澡堂子洗澡。没成想有了奇遇，一位超有钱的富豪滑倒晕了过去。张三没有多想，偷偷和富豪换了钥匙，穿着人家的西服，戴着人家的墨镜，看起来人模狗样的。报复后，他直接去找房东大妈，二话没说摔了一叠钞票。大妈说给多了，可他却装了起来，说不用找了。接着启动黑色的玛莎拉蒂，拿着富豪的现金来到之前赊账的饭店商店，一家一家还钱，又鼓起勇气约见暗恋的女神，结果对方却说他要结婚了。晚上，张三来到富豪家，里面大的像是宫殿，单单说这个衣帽间就比自己家的房子还要大，高档家具更是一应俱全，沙发比自己的床还软和。就这样，张三在豪宅里过上了醉生梦死的生活，每天的外卖点到飞起，但只点吃的不点喝的，因为豪宅里的红酒瓶瓶都是真品。这天他在拿红酒时，不小心触碰到了玄关，才发现墙后是个密室，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武器，还有各种富豪伪造的证件，以及一个美女的详细资料。而且这个美女就住在他家楼上。张三第一眼就爱上了她，自此开始各种制造偶遇，去同一家商店购物，去同一家餐厅吃饭，没事还送送对方小礼物。一来二去，还真让他得手了。就在张三情场得意之际，富豪的电话响了。张三忐忑不安的接通，对方问他啥时候完成任务。张三听得一头雾水，还好对方不知道富豪的样子，他这才鼓起勇气，戴着口罩和帽子前去赴会。不过他万万没想到，对方貌似很惧怕富豪，他稍微一动作，别人就被吓得一激灵，连和他对视都不敢。唠了不一会儿，他终于知道别人为啥怕他了。原来男人根本不是什么富豪，他其实是韩国第一杀手，被他盯上的目标没有一个能活下来，而美女就是最新的目标。张三被吓得起身离开，回家找美女吃饭，准备带着巨款和美女私奔。不过还没等他找到开口的时机，门铃声却在此刻突然响起。
老王是韩国第一杀手，结果因为失忆被废柴张三偷走了一切。而在他恢复记忆后，便立刻找到对方。就在他要动手时，却被一个美女拦住。张三突然勇气爆棚，让美女不要管他，赶紧逃跑。可美女却表示，老王不会杀他，更不会杀自己，因为他和老王早已经约定好了。原来老王每次接到暗杀任务，都会提前联系目标，帮助他们假死逃脱。靠他逼真的演技，他从未被发现过。而这次的目标就是美女。按照惯例，他和美女约好假死的时间，不成想却突然失忆，和废柴张三互换了人生。事到如今，一切误会都已解开，可事情的走向却发生了严重的偏离。因为老王迟迟没有得手，雇主们准备雇佣韩国第二杀手，把小美和老王一同干掉。万幸老王留了一手，第二杀手其实也是他。不仅如此，韩国杀手榜的第1到第10其实都是他一个人。不过在失忆期间，废柴张三和雇主们见了一面。为了不让行动失败，老王打算自导自演一出大戏。三人一番准备后，老王通知雇主，明天10点带10亿韩元到指定的地点，亲眼见证美女的死亡。行动当天，第一杀手鱼尾还在，雇主们都不敢上前。张三狂飙演技，对着怀里的美女一刀捅了上去。当然，刀和血浆都是假的，只是为了打消雇主们的疑虑。与此同时，老王登场，他假装第二杀手干掉张三，俩人假装搏斗。经过一番事先排练好的厮杀后，张三一刀命中老王的腹部，老王则趁机走位，来到了标记的地点，又朝着一旁使眼色。美女看到后，立刻按下手中的按钮。雇主们满意的离开，而大家则全部平安无事。不得不说，这几人的演技那真是杠杠的。最后，美女和废柴修成正果，老王也放弃了杀手生涯，以厨师的身份和心上人谈起了恋爱。这部电影名叫《幸运钥匙》，是韩版的人潮汹涌。看完后，老弟想说，那真是人靠衣装，马靠鞍。你看看张三现在的模样，再看看之前的模样，这差的也忒多了吧。